时间来到了第3天，今天要硬刚九寨沟，一出门零下3度。Wih, kenapa ada asap? Oh, betul. Juga sarapku ah. 九寨沟离戴斯温德姆酒店只有约4公里，屁股还没坐热就到了。九寨沟的游览有点像解锁一张巨大的 Y 型地图，右边这一支叫日泽沟，最里面的是原始森林；左边这一支叫折草洼沟，尽头是长海；下面的主干叫树正沟，3条沟在中间汇合的地方就是诺日朗中心站。游览九寨沟的通常节奏是先搭车到最上面的湖区或瀑布，顺着木栈道慢慢向下走，边拍照边看景。到下一个站点再上车，继续前往更下游的景点。第一站是箭竹海，据说当年湖边的箭竹多到以它来命名。接着步行前往熊猫海。之所以叫熊猫海，相传是因为以前这里常有大熊猫下来喝水觅食。来到五花海，五花海被沦为九寨精华，绝不能错过。它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，水色随着季节、光线和周围山林的变化，在蓝、绿、金、黄之间不断切换。无奈我们的拍照技术不在线，只好请专业的出手帮忙。啊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美！顺之下来到珍珠滩，清澈水流冲过宽阔、凹凸不平的石滩，溅起一串串细小水珠，在阳光下像散落的珍珠。这里也是电视连续剧1986年版《西游记》片头的取景地之一。诺日朗基本是整个景区的中枢，观光车在这里分流，也是少数能集中找到餐厅、休息区的地方之一。现在前往 Y 字的另一侧，冲向海拔约3101米的长海。长海是九寨沟海拔最高、最深、面积和库容都最大的湖泊。没有，它可以走路或者是 take bus 的话是现在。Last bus. This is the last bus. 这是从长海离开的最后一趟观光车，再错过就得徒步下山了。观光车把我们放在五彩石站，接下来得走路去下一个乘车点。这一刻，五彩石那一片湛蓝真的把我看愣了。五彩石是九寨沟里最小的海子，但也是颜色最丰富、最五彩斑斓的那一个。为什么湖水能那么湛蓝发绿呢？九寨沟的湖水之所以湛蓝发绿，是因为极轻的覆盖山水，配上白色钙化湖底和细小矿物颗粒，使水体更强的吸收红光，散射蓝绿光，再叠加藻类对色调的微调，最终呈现出一整套从宝石蓝到翡翠绿的自然滤镜。现在准备下山，九寨沟的向导告诉我们时间还够，可以顺路把 Y 字下方的树正沟也走一走。于是我们来到了老虎海。据说这里到了深秋，彩铃倒映在湖水里，斑驳陆离，像极了老虎身上的花纹。一路走向树正群海。树正群海由10多块层层相连的碧蓝海子组成，周围是松山、柳林和串在其中的小瀑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发现旁边竟然有家咖啡店，我们的咖啡瘾瞬间被点燃。哎呀，senang je ni. 就这样，我们6个人把最后的时间压榨到极致，一直走完了大部分景点。代价就是全队最后一组返程。大巴已经先一步离开，只能步行前往晚餐的餐厅。这是一家清粥火锅店，主打麻辣汤底，配上高原野生菌和各式蔬菜，
味道浓厚又带一点清甜。回到酒店才发现，整团人就只剩我一个没买手信，多亏同事临时帮忙张罗，硬是把这一趟变成一场夜游扫货小游。很简。那个水饺，那个。哇。今天只剩一个任务，返乡。OK。喂。视频就先到这里，真心谢谢你看到最后。这趟旅游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看见同事们平时看不见的那一面，也更确定一件事：认识一个人真的不能只靠听说，不然会错过很多珍贵的细节。如果你愿意留一个赞，对我来说是继续剪片和写字的动力。我是榴莲，YOLO。